坐30多个小时的飞机经济舱是什么体验？大家好啊！这次时隔多年重返南美，前往智利首都圣地亚哥，3段的飞行里程共计2万千米，相当于绕了地球半圈。飞完我的感受是很好，还活着。第一段从北京飞往首尔，让我们从韩亚航空崭新的 A321neo 开启南美之行。 현재 서울 지역의 날씨는 맑으며 기온은 섭씨 5도, 화씨 41도입니다. 감사합니다. 机长广播后，飞机准时推出滑行，旁边停着另一架同样是韩亚的，稍后前往金浦的 A321。 现在中韩直飞的航班是真多啊！说实话，我个人感觉全世界到处跑最多的不是中国人，而是韩国人，真的是在什么犄角旮旯的地方都能够碰到。今天北京的天气呢，也不是特别好，雾蒙蒙、灰扑扑的。再见。今天的第一顿饭来了，韩亚的这个鸡肉饭啊，味道是真不错。不过咋感觉跟商务舱的是一个味道呢？就是换了个包装而已。拿这个韩国国宝辣酱拌一拌，下饭堪比老干妈。落地南顺安机场，今天首尔的天气非常好，准时准点，看起来一切都会非常顺利。到首尔了，现在还有50分钟，赶下一班飞机。极限冲刺赶到登机口，前往洛杉矶的202已经开始排队登机了。很久没有搭过 A380 了，我觉得 A380 绝对是乘坐体验最舒适的飞机之一，噪音水平极低，可惜现在大家也不买了。专程选了2楼，走2楼的廊桥登机。韩亚航空目前有6架 A380， 大韩航空还有几架，并且在谋划退役。他们俩一旦合并，韩亚的380可能也要跟着开始被淘汰了，这属于做一次少一次了。选2楼主要是因为经济舱靠窗是2个座位的。不得不说是真宽敞啊，窗边还有个储物柜可以放东西。据我观察，这架巨大的飞机几乎是满舱，至少2楼都坐满了。不仅中韩乘客多，甚至还有日本的乘客，因为有个空姐居然在跟一个大哥说日语。延续着降落时的好天气，再次出发，10个半小时后到达洛杉矶。先来感受下 A380 平稳又安静的起飞吧。又开始吃饭了啊！这个是韩亚的特色烤牛肉饭，加一口泡菜，拿菜叶子包着牛肉吃啊，非常的韩式料理。看起来是挺好吃的，没想到吃完这个眉头一紧，牛肉实在是太腥了啊，泡菜都压不住味道，怪不得旁边的韩国人点的是鸡肉饭呢，还是鸡肉饭最稳。整道菜最好吃的，我觉得就是泡菜。吃完饭已经在日本上空，快到东京了。然后换上洗漱包里的拖鞋，拿上牙刷牙膏，洗漱洗漱，准备睡觉。几个小时后，空姐又来发餐了，这个披萨还挺好吃的，选完了。距离落地还有1个多小时，又开始吃早餐了，非常难吃的炒蛋，比我自己炒的还难吃。我们的飞机从圣何塞切入美国大陆，加州已经进入清晨时分，西海岸美丽的海岸线一览无余。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Los Angeles, California, the heart of the Golden State where dreams come alive. From the bustling streets of downtown to the scenic views of Malibu, experience the magic of Los Angeles. Enjoy your journey in beautiful California. I can fix that.
跟大韩的380几乎前后到达，后边还有一个日航的飞机，意味着入境啊，简直是中日韩开会。多年没有来美国，在机场就被物价震惊了，这个以后再讲。随后呢，就接着去飞下一程，又是一段10小时的航程。南美航空的787减8座位间距非常窄，多拉一个牲口是一个。PTV 呢也不是很好使，然而他家的餐食竟然很不错，牛肉居然是一大块牛肉，这个毫无疑问是我在经济舱吃过最大的一块牛肉。然后有一个睡眠小妙招，就是要几杯这个白酒喝，最好红的白的混着喝，然后你就可以一觉睡到下一顿发餐了。同样是非常难吃的煎蛋。Buenos dias， 现在距离我从北京出发已经过了整整30个小时，现在是圣地亚哥的早上时间5点50分，我是北京时间的10点50出发的。昨天，